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宋说新语。看了昨天我上传的恐怖片有啥感受啊？感谢大家支持啊！我第一次开始烧啊，很多事儿啊都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你真正一去做，才发现，哎呦，原来还有这么多实际的问题。那原来人家那些烧出各种各样样品的人，那是真不容易啊。那当然后来回家之后啊，我连夜就用磁铁做了测试，哎，还很有意思。但是和前面的几位大神啊，他们烧结的样品啊，那是没法比的啊。但是还是很有意思。大家先看看我这个测试的这个结果，一会儿呢再谈我的这个辛酸苦辣啊。这第一炉丹烧出来的辛酸苦辣，虽然全是废丹。看完了有什么想法？哎，我是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本身来说呢，这里边啊可能就石墨是有点抗磁性，其他的氧化铜、氧化铅啊那些里边，如果有很亮的铁、很少的铁，可能会有一点铁磁性。但是这个事儿吧，我依然觉得这个铁磁性来源可能不一定是里边杂质啊，很有可能是烧出来的某种铜啊或者铅的这个特殊的物质它引起的。是不是抗磁呢？我也不好说啊，只能说是复杂磁性了。目前因为颗粒太小，我挑不出来。你不烧不知道啊，一烧啊才发现问题，就是困难太多了啊！什么问题困难是哪个比哪个多呀？那当然是困难多了。第一个就是重量控制，
重量控制啊，就是说我用的那个小的那个天平呢，小电子秤啊，是做面包用的，0.1克。你在家里边烧，我们又没有马夫炉是吧？我们肯定用最小剂量的。你0.1克本来它就都不是太准的了，所以呢，一开始还试图控制这个比例，后来就彻底放开了，大概齐就是找感觉来做了。所以在家里边烧啊，这个重量的控制啊，就是你这个烧节炼丹的这几个配比是很难比的，很难定下来的。比如氧化铅、氧化铜，我用磷酸铜，还有磷酸二氢钠，对吧？还有什么？就这几样哈。比如说我们想，如果按照这个单元那个比例来做，那你做不到啊，那你放大多大量才行呢？不然的话，你的误差就太大了啊。那当然，我后来在群里面朋友说呢，他们说用0.001克的那个斤秤，就是炼金秤，那个可以，或者是呢用别的。我想想呢，咱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个天平是吧？初中啊、小学都学过这个天平，大学里边其实当时也有天平的。我们上学那会儿还没有电子秤的。这个天平呢，那都是物理化学的必修的这个基础，化学吧必修的基础。所以这个天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小的天平？比如说我可以掰一段这个铁丝，称好它的总重量。然后呢，我按长度掐出不同段的，就是砝码是吧？然后我按我的比例，就放一段铁丝，它是多少？它平了嘛？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称比较轻微的这个药品了啊？这个还得试啊。第二个就是，就是用磁铁试的时候啊，也需要一个小设备，就是硫酸纸啊要绷起来。我一直想做还没做。就硫酸纸呢，要用一个筐子，就像绣花一样，把它绷起来，弄4条腿儿。然后你把样品倒上去之后呢，下边用磁铁一试，第一个是能看到磁铁的位置，第二个呢，你2个手可以腾出来了嘛，是吧？你要是一个手端着，这很麻烦啊。这是我前面说的。当然设备也很关键了，那一个枪看起来是不够的啊，一个枪看起来是不够的，因为它冷却的后，你再烧可能跟连续烧就不一样了啊。第二个就说到这个温度控制了，就是说这一个竹毛枪。有问题那后来我用我那大的打火机烧，哎呦，那都没烧红，说实话。所以对于火鸡仙人啊，之前用打火机烧这个事儿，我是很佩服的。哎呦，那打火机怎么烧啊？可能在室内还好点，在室外的话，打火机那点温度都被室外的这个风一吹就没了啊，可以说这是温度控制。还有个是温度计，这个温度计啊是做不到了，实在是真的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现场啊，你根本就腾不出手来，也没法把那个温度计塞进去。我是有一个能测比较高温度的，我估计如果不是那种熔的状态，就那点样品，其实测的就是火焰的温度啊，它测的不是这个烧结的物品的温度啊。那么烧结完了，大家刚才看到视频了，我烧完的呢还都是渣。所以这些渣啊，如果有个别的样品你觉得有意思的，想把它存下来，一个是特别小，你真的是需要做个小镊子，还不能金属的，就像吃大师那样做的，用镊子上面呢，你绑个牙签，或者呢自己再做一个木头的小镊子，看能不能把它夹起来，把静电排除掉，然后放到一个小盒子里边。这个盒子也很关键，因为你有无数的这样的样品啊，你怎么做标记啊？我现在是用纸包的方式，我把整个这一炉渣我全用纸包起来，我也不挑了。有想玩的时候呢，把它再掏出来，再筛检一下。那时间长了之后，比如说你真做出有意思的东西了，你得有个小样品盒，这个是需要的。我看那个窝创良品啊，它那小盒子挺好的，但是那盒子有点大，因为用不着那么大。我倒是建议呢，就类似于那个小药品盒啊，或者自己做一些小的方的盒子，像百宝格一样小一点的。塞个纸条，年月日写上啊，大概什么样的比例写上，放进去，这样样品不丢啊。我们单元不就是丢个样品嘛，对吧？那么宝贵的样品那当然他丢着就扔垃圾桶里面抢救回来的了，哈哈，好吧？这是在烧结过程中以及样品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拍摄设备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拍的东西啊，从大地方一看好像还挺清楚的，但是你真要放大啊，比如说放大5倍到10倍。颗粒很小，还是很模糊。我用的是4K 的运动相机，然后在剪映上把它放大。放大之后呢，是能看到这个大概的模糊的外形，但是颗粒实在太小了，1毫米都不到。
所以这个相机啊，拍摄设备，如果你烧不出大的来，你是需要有一个那么那个微距拍摄的设备啊，或者是放大镜下拍摄的设备，是吧？啊，再一个呢，就是最尴尬的事就是你为什么半夜出去烧呢？你们说我为啥半夜出去烧啊？你白天出去，别人问你干啥呢？你怎么说呀？是吧？所以晚上出去，除了保安之外，别人，而且保安他是打更的啊，他不去这些我去的地方。保安晚上巡逻呀，他们是有一个打更点的，到那儿他也是刷卡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群友有开玩笑说，哎，老宋，你带个猪蹄儿，我带条鱼，说你干啥呢？我烧猪蹄儿的，你看这猪毛枪嘛，哈哈，这都开玩笑的啊。所以你在外边烧的这个地方，那最好白天你要踩好点。那如果你没有通风橱的话，出去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氧化铅啊，因为接近1000度左右的温度啊，这个氧化铅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？它会不会有一部分这个短暂的变成就是气化呀，怎么样的？这个不好说，还是多少有点毒性的。虽然确实是用的量是很小的，几克都不到的量啊，的就是整个药品加起来也就是个几克啊，所以很小的干锅也是，但是你依然就是还是要躲着人群。这是前天晚上，那昨天白天啊，实际上我又白天又出去烧了一次，白天是到河边，哎，把我干锅里边剩的东西啊，又使劲烧了半天啊，今天还得剪，因为这个视频啊，一拍就几段十几段，你总得剪出来，要不然别人看的太麻烦，把那些没用的剪掉。哎，你在河边的时候就好办了，别人以为你是钓鱼的呢，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 LK99的狂热爱好者，无论你是烧的也好，拍识别也好，你喋喋不休的在说这个话题，往往啊，你的家人朋友对你说的话题都不感兴趣，这是不是有病啊？超导的，你是科学家吗？是吧？都是有这个想法。可是我觉得吧，如果他能认真的听你谈，你可以给他展示一下，你说这是氧化铅，这是磷酸铜，这是磷酸二氢钠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你看。这些都没有磁性吧？磁铁在上面过一过，就我说的那个硫酸纸的那个小棚子放到上面，下边用磁铁一过，你看都不动吗？等我一烧，1000多度高温过去之后，你看这有的颗粒它就开始动了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那你没病啊，你只是有好奇心。但是人家心里咋想咱不知道，不管他别人咋想啊，我们毕竟处在一个大的时代啊，就是在这个十分超导啊，真的可能来临的时代。那现在很多人都在说，各国的国家队，特别是中国的国家队，是不是已经下场了呀？国家队下场，下不下场咱不知道啊，千万不是国家足球队就好。我估计他们也在偷偷的烧啊，因为从李世培的这个发言完了之后啊，他发言的内容是非常长的，看他的中文翻译的，再看韩文直接翻译成英文的。这么一比对，就会发现李世培啊确实讲了很多内容啊。那么从韩文翻译成中文，翻译成英文，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。那在这里边呢，李世培呢确实是讲了不少东西啊，就是没有忽悠人啊，低电阻啊是确定的。这个我觉得他如果自杀式的这个演讲，比如说他这次全是说胡话。全是骗人的，那还可以这么讲。但是面临着 APS 马上要发言了啊，金教授在美国，他如果讲胡话，那是肯定不可能的。所以你从这方面来想，李世培展示出照片，反复说的那些东西，他肯定是已经做到了。没做到的，或者是有疑问的，就是量子计算这块。那这块啊，我是想单独再说一期，因为大家对于量子计算，我们之前不是转过一个韩文的长帖嘛，就是导牌论坛里边说李世培呢是个靠谱的人，为什么呢？你看他过去啊一直是不怎么说，现在突然说了，而且呢讲了这么多，那他肯定是就是说有准备的，他是有计划的。那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觉得这个量子计算可能能帮他忙。那当然很多韩国的人呢就说量子计算不行，包括中国的量子计算这块呢我们单说一期啊。这就是第一次我这个炼丹的这个总结。我认为我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安全啊，口罩手套包括这个风向都看了啊。那么我新做的一个小的这个通风橱正在做，很小的一个锥形的通风橱，因为用空间也不大嘛，不用真正的那个化学合成的通风橱。你是那个猪毛枪呢，可以在外边伸进去，是吧？只要把这点生成的废气抽出去就行了。这个做完之后呢，咱们可以每天都烧了啊，看看能烧出个什么玩意儿来。好的，谢谢大家的鼓励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